和发小合伙经营民宿，年入500万，生意爆火盈利后，他却翻脸忘恩负义，年底只给我20万和1沓景点折扣券草草打发，还当众和女朋友嘲讽我没出力气，只会跑腿不值分红。我彻底心寒，转身离场，手握核心人脉渠道另起炉灶，截断他所有客源，步步逆袭碾压，让自私贪婪的二人彻底跌入谷底，追悔莫及。周然，你把话说清楚。我来到办公桌前，周然抬头看我，眼神有点躲闪。我和林雪打算以后单干了，你把钱拿走，今后民俗的事就别管了。我盯着他一字一句地问：民俗刚开始赚钱，你就打算拿20万，把我一脚踹出去？这句话好像刺激到他了。你这是什么话？你当初投的是钱，我现在把钱还给你，就没有少你1分钱。我听完气笑了。行啊，周然，民俗这才火了几个月，你们两口子就这么等不及了？我当初投的是钱，我他妈投的只是钱吗？我声音没控制住，有点大。林雪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陈浩，你别在这里摆出一副自己吃了多大亏的样子。你是不是一直都觉得自己在民俗的功劳挺大的？我看着他没说话，心里那股火已经烧到了嗓子眼。林雪大概是觉得在办公室里说不过瘾，直接走到门口，一把拉开办公室的门。门外几个员工正伸着脖子偷听，被他这么一开门，吓得立刻就要散。都别走！林雪声音尖利地喊住他们：来，大家伙都进来评评理。那几个员工你看我，我看你，磨磨蹭蹭地挪了进来。林雪指着我，对着所有人说：今天咱们就把话说清楚，这民宿到底是谁一步一步撑起来的？省得以后陈浩你在别人面前说自己受了委屈，让别人在背后戳我们两口子的脊梁骨。他往前走了一步，几乎是贴着我的脸。我问你，这1年多，凌晨2点，是谁在前台值班接待那些喝得烂醉的客人？半夜3更，系统出问题，是谁守着电脑一个一个手动登记？是你吗，陈浩？他又转向那些员工。你们说节假日爆满，房间不够，是谁在走廊里急得团团转，给客人端茶倒水说好话，甚至自掏腰包给客人升级附近的酒店？是你们周老板。你呢？你来了民宿，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喝茶，就是不知道从哪个酒局上领着你那些不三不四的朋友来免费住宿。周然这时候站了出来，走到林雪身边，他看着我，脸上带着一种被逼无奈的疲惫。陈浩，不是我不认情分，可民俗这些日子，真的是我拿命在扛。他的声音里带着委屈。你什么活都没干过，凭什么一张嘴就要分走民宿一半？我看着他俩一唱一和，心一点点往下沉。我冷笑出声：我什么活都没干过是吗？林雪抱着胳膊，一脸的鄙夷。你干啥了？你不就出了一笔钱，然后动动嘴皮子跑了几趟腿吗？现在民俗里，从前台到保洁阿姨，谁不认识周然这位老板？谁认识你陈浩？这民宿是他收起来的，人心是他带起来的，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里的翻江倒海。好，那我就问你们两口子几句话。我站起来，走到办公室的窗边，外面阳光正好照在民宿院子里新铺的青石板上，暖洋洋的，可我只觉得浑身发冷。我问你们，这栋楼当初是谁从一个马上要拆迁的老破楼，硬生生从街道部、消防、工商来来回回跑了半个月，磨破了嘴皮子，才把所有承包手续和章给批下来的？周然的脸色变了变，林雪撇了撇嘴，没说话。我再问你们，民宿开业前，账上没钱了，第1张床、第1个热水器、第1批布组，是谁厚着脸皮去家具城去批发市场，跟人老板称兄道弟，喝了3场大酒，才赊回来的？我记得清楚，那天晚上我喝到胃出血，在医院躺了2天。周然来医院看我，还红着眼圈说：陈浩，这辈子我都不会忘了你的恩情。现在想来，真是可笑。还有，现在民俗的大堂经理于经理，当初是5星级酒店的部门主管，是谁3顾茅庐，把自己的分红计划都拿出来给他看，才把他请过来的？我说一句，周然的脸色就白一分，林雪的脸上却浮现出不耐烦。那又怎么样？他冷笑着打断我：你跑几趟腿，喝几顿酒，就想一辈子坐在这里分钱？陈浩，天底下哪有这么
事情。你说的这些，不就是动动嘴皮子，耍耍嘴上功夫吗？真正累的活，手电的活，你干过哪一样？我笑了。跑几趟腿，耍耍嘴上功夫。我告诉你们，这民俗最值钱的，根本就不是楼上那20几个房间，也不是你们引以为傲的什么贴心服务。周然皱起了眉，似乎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指了指外面，这民宿能从一个无人问津的破楼，在短短1年内做到区域第一，年入500万，靠的是什么？是那些旅游大巴，是那些出租车司机，是那些本地导游，源源不断的把客人送到我们门口，是于经理带来的管理系统和人脉，让我们的服务和口碑能在各大平台迅速发酵，是我当初用半条命换回来的这些渠道，这些才是我们真正的护城河。周然，你守着店，你辛苦，我不否认，但你摸着良心问问自己，如果没有这些客人来，你守着一个空店，你守给谁看？周然的嘴唇动了动，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林雪却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说得好听，渠道，不就是你认识几个人吗？没了你，我们就找不到别人合作了。陈浩，你太高看你自己了。周然拉了他一下，似乎想让他少说2句，然后他看向我，眼神里满是疲惫和决绝。说到底，你不就是舍不得这点分红吗？他把那张卡又往我面前推了推。行，这1年到头，你该得多少，我回头给你细算，一码归一码。现在你先把这20万拿走，以后民宿跟你就没关系了，咱们两清。他的话像一把刀，彻底斩断了我们之间最后一点情分。两清说的真轻松。我看着桌上那张卡，又看了看周然和林雪那2张理所当然的脸，我突然觉得很没意思，跟他们争辩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好，我拿起那张卡和那沓可笑的折扣券。如你所愿。我转身就走，没再看他们一眼。身后的门被我带上，隔绝了里面的一切。我走到民宿的院子里，阳光刺得我眼睛疼。我掏出手机，靠在墙上，开始一个一个的打电话。第一个打给老王，他是本地最大的旅游车队队长。王哥，我陈浩。哎，陈浩，怎么了？没什么大事，就是跟你说一声，晚风民宿那边的合作，从今天起停一下吧。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行，我懂了，人我一个都不会再往那边送。挂了电话，我接着打给李哥，他是夜班出租车司机们的头。李哥，我陈浩。浩子，今天不喝点儿？不喝了，跟你说个事儿，以后别往晚风送客人了。操，那小子把你蹬了？行，妈的，老子早看那小子不地道了。你放心，以后那破地方我手下的人绕着走。最后一个电话我打给了老刘，老刘一听立马就乐了。行啊，你小子有魄力，那还说啥了？你新店开在哪儿，我的人就往哪儿送，别的不敢说，你刘哥我认人不认店。当初要不是你小子陪我喝的那么实在，我才懒得跟你们那小破民宿合作呢。你放心，以后我这边所有团都直往你那儿送。这些都是当初我陪着笑陪着酒一点一点磕下来的人脉，他们有的是旅游公司的负责人，有的是本地美食攻略的大 V， 有的是各个平台的运营，他们构成了晚风民宿的血肉和命脉。现在我要亲手把这些全部抽干。打完最后一个电话，我抬头看了看晚风的招牌，这2个字还是我当初找书法家朋友求来的，现在看来真是讽刺。我把那沓折扣券随手扔进路边的垃圾桶，发动了车子。周然、林雪，你们不是觉得我只会跑几趟腿吗？那我就让你们看看，没有我这几条腿，你们的晚风还能吹多久？我开着车在城里漫无目的的转，手机一直在响，我没接，不用看也知道是周然，估计是老王他们那边动作快，他已经发现不对劲了。我把车停在江边，点了根烟，江风吹在脸上有点冷，但脑子却清醒了不少。我和周然认识20多年了，从穿开裆裤起就在一个大院里长大。他性格偏内向、老实，甚至有点懦弱。我呢，从小就野，像个男孩子，没少替他打架。大学毕业后，我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做得不好不坏。周然换了好几份工作都不顺心，后来他说想创业，他说我们家乡旅游资源这么好，开个民宿肯定赚钱。他有时间有人可以在店里守着，我有人脉有资源，可以负责前期的开拓和营销。我当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我辞了职，拿出我工作几年所有的积蓄，20万。周然家里条件不好，也只凑了5万。我说没事，
钱我来想办法，你负责把店看好就行。为了盘下那栋楼，为了装修，为了拿到各种许可，我那段时间几乎是活在酒桌上和各个部门的走廊里，求爷爷告奶奶看尽了脸色。林雪是民宿开业后周然招的前台，一个长得挺漂亮也挺会来事儿的小姑娘。我当时还跟周然开玩笑说，这姑娘看你的眼神可不一般。周然当时红着脸让我别瞎说。没过多久他们就在一起了，林雪成了老板娘。一开始她对我还挺客气，一口一个浩哥。后来民宿的生意越来越好，客人越来越多，周然也越来越忙。我因为前期把渠道都铺好了，确实去店里的次数少了。林雪看我的眼神就渐渐变了，变得挑剔，带着审视，甚至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敌意。我当时只觉得是小姑娘家的嫉妒心没放在心上，现在想来是我太天真了。一根烟抽完，我把手机拿了出来，10几个未接来电全是周然的，还有几10条微信。从一开始的质问到后面的惊慌，陈浩，你什么意思？为什么王哥他们都不送客人了？你接电话，你他妈到底对他们说什么了？陈浩，算我求你了，你接电话好不好？我们谈谈。林雪她不懂事，你别跟她一般见识。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你不能这么对我。我看着最后一条笑了，现在想起我们是这么多年的朋友了，刚才把我当垃圾一样扫地出门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把周然的电话和微信全部拉黑，世界清静了。第二天我睡到自然醒，打开手机看到于经理给我发了条微信，陈总，我辞职了。后面附了一张离职申请的照片，理由写的是个人原因。我回了他一句，辛苦了老于，晚上一起吃饭。好，晚上在一家常去的私房菜馆，我见到了于经理，他看起来有些憔悴，但精神还好。怎么回事？他们为难你了？我给他倒了杯茶，于经理摇摇头，苦笑了一下。那倒没有，只是这店没法待了。他说我昨天走后，周然就疯了一样的给我打电话，打不通就开始查后台的订单，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以往每天新增上百个的预订量，从昨天下午开始断崖式下跌，到今天早上新增订单只有个位数，而且全都是散客。那些旅行社、车队、协议公司的大单一个都没有了。周然慌了，他让林雪挨个给那些合作方打电话，结果电话打过去，对方要么说负责人不在，要么就说最近线路调整不合作了，没有一个人说是因为我，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周然在办公室里发了很大的火，把能砸的东西都砸了。林雪在一旁哭哭啼啼，一个劲儿的骂我，说我心狠手辣，不念旧情。周然他就是太老实了，被那个女人给蛊惑了。于经理叹了口气，我没说话。老实，如果真的老实，就不会在赚了钱之后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分享，而是独吞。他今天下午还召集所有员工开会。于经理继续说，我问，说什么？骂我？那倒不是。于经理摇了摇头，他说要进行改革。他说以前太依赖外部渠道，现在要搞内部营销，让每个员工都成为销售员，拉来客人有提成。我差点笑出声。然后呢？然后当场就有3个保洁阿姨，2个前台辞职了。于经理喝了口茶继续道，他说我们服务好，口碑好，不怕没客人，可他忘了服务和口碑是建立在有客人体验的基础上的。现在连客人都没了，我们服务给谁看？口碑怎么传出去？所以我也走了。我举起茶杯，老于，谢了，也委屈你了。陈总说哪里话，当初是你把我请来的，知遇之恩，现在道不同，不相为谋罢了。于经理碰了碰我的杯子，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看着窗外的夜景，想了想，休息2天，然后准备盘个新店。于经理眼睛一亮，陈总，要是信得过我，算我一个。我笑了，求之不得。然后我打车去了我早就看好的一个地方，那也是一个老宅子，比周然那家位置更好，院子也更大。之前因为业主报价太高，一直没盘下来，现在我不差钱了。我不仅要拿回属于我的那200多万分红，我还要连本带利把他们欠我的全都讨回来。我站在新院子的门口给房东打了电话，房子我租了10年，租金现在就给你打过去。他只叫了一声我的名字，就说不下去了。我能听到他那边压抑的喘息声，我没说话，等着他继续。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用一种近乎哀求的语气说，我们能见一面吗？有什么事电话里说吧。我的语气很平淡。不，我想当面跟你谈。他很坚持。我冷笑，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陈浩，算我求你了，就一次，最后一次。当初我们一起打拼的情分，你真的一点都不念了吗？他又提情分，我真的觉得恶心。周然，当初在办公室
跟我说两清的人是你，现在跑来跟我谈情分，你不觉得可笑吗？我能想象到他此刻的表情，一定是懊悔、难堪，又带着不甘。我在江边的初见咖啡馆，我最终还是松了口，不是因为心软，而是我想亲眼看看他现在是什么样子，也想让他亲眼看看没有他我过得有多好。半个小时后，周然来了，他推开咖啡馆的门，一眼就看到了我，我差点没认出他。不过1个多星期没见，他整个人像是被抽干了精气神，头发乱糟糟的，胡子拉碴，眼窝深陷，身上那件 T 恤也皱巴巴的，完全没有了当初那个意气风发的周老板的样子。他径直走到我对面坐下，一言不发，只是看着我，眼神复杂，有愧疚，有悔恨，还有一丝埋怨。说吧，什么事？我搅动着杯子里的咖啡，没看他。民俗快撑不下去了。他声音干涩。哦，我淡淡的应了一声。这个星期一单团队课都没有，散课的钱连水电费都不够，员工走了一半，剩下的也都在找下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着，眼圈红了。一个快30岁的男人，在我面前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可我心里没有半分波澜。所以呢，你找我是想让我帮你？我抬起头直视着他，他被我的目光看得有些不自在，点了点头。陈浩，我知道错了，我不该听林雪的，不该鬼迷心窍。你再帮我一次，行不行？只要你让王哥他们把客人送回来，我给你分红，不，我给你4成。不，5成，我们还跟以前一样，1人1半。周然，你是不是觉得我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神仙？你需要我的时候就谈情分，谈合作。你觉得我碍事了，就拿20万打发我滚蛋。现在你走投无路了，又跑来求我回去，你凭什么？我的话像一盆冷水，把他浇了个透心凉。他的脸瞬间长成了猪肝色。他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周然，你知道我最看不起你什么吗？你没有担当，出了事就把责任推到女人身上。当初赶我走是林雪的主意，现在求我回来又是林雪死活不开口。你自己的贪婪和愚蠢，为什么要让别人来背锅？他被我说的头都抬不起来，双手插进头发里，痛苦地呻吟着。我端起咖啡喝了一口。回去吧，你的民俗是死是活都跟我没关系了，我们早就两清了。说完，我站起身准备离开，他猛地抬头拉住了我的手腕，力气很大，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陈浩，他咬着牙，眼睛通红。你就真的这么狠心？我们20多年的交情，就值20万？不是我狠心，是你自己把这20多年的交情明码标价，只卖了20万。说完，我头也不回地走了，身后传来他压抑的哭声。第二天，于经理就带着3个最能干的服务员来找我了。他们都是民宿的老人，从开业就在，什么活都拿得起来。老板，原来的员工都出来了。来的几个员工见到我就开始大吐苦水。周然，他收到辞职信的时候脸都绿了。林雪还在旁边骂我们是白眼狼，说我们被你收买了。我看着他们几个，心里挺过意不去的。辛苦你们了，跟着我从头开始，工资待遇绝对比以前好。一个叫小张的服务员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平时挺机灵的。他说：老板，我们不是为钱，就是看不惯他们2口子的做法，太欺负人了。是啊，你为民宿做了多少事儿，我们都看在眼里。他们倒好，一句话就把你所有功劳都抹了。于经理拍了拍小张的肩膀，示意他少说2句，然后他问我：老板，接下来我们干什么？我把新院子的地址给了他，我说装修按照我们以前的风格，但要比那家更好更精致，钱不是问题，速度要快。于经理眼睛一亮，立马就有了干劲。好嘞，这事儿交给我，我熟。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几乎是连轴转，一边是于经理带着人风风火火的搞装修，一边是我去跑各种新的手续。有了第一次的经验，这次顺利了很多。家具城的王老板也够意思，听说我新店开张，直接拉了一车最好的实木家具过来，硬是按成本价给的我。他说算是给我贺新店开张。这期间周然那边也不是没动静，我听说于经理他们一走，民宿的日常运营立马就乱了套。
新招来的人业务不熟，客人投诉不断，林雪自己顶到前台去，结果跟客人吵了好几架，还被人拍了视频发到网上，说这家网红民宿老板娘态度恶劣，店大欺客，民宿的评分一夜之间从4.8掉到了3.5。老刘那边也兑现了诺言，他车队所有的旅游团全都绕开了周然的民宿。周然打电话去问老刘，就一句话：我们只跟老板本人合作，其他人不认。周然这才意识到，当初那个被他一脚踹开的我，才是这些合作的真正纽带。他开始慌了，他给我打电话，电话一接通就用一种特别熟算的语气：兄弟，最近忙什么呢？怎么也不联系我？我听着他这虚伪的腔调就觉得恶心，当然是忙着开新店。周然在那头愣了一下，然后干笑2声：开新店，挺好挺好，在哪儿呢？到时候我去给你捧场。我说不用了，我这庙小，怕你捧不起。你这是什么话？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别了，陈老板，我们不是已经两清了吗？说完我直接挂了电话。我能想象到他此刻气急败坏的样子。没过2天，李师傅就是那个司机头给我打电话，他说喂，兄弟，你那发小今天来找我们了，拎着2条好烟，1箱好酒，想让我们以后还住他那儿。那你们怎么说？我们能怎么说？酒我们收了，烟也拿了，然后当着他的面告诉他，我们认的是人，不是那2条烟。以后我们司机团队只住你开的店。据说周然当时脸都黑了，把烟酒往地上一扔，骂骂咧咧地走了。听到这些消息，我心里没有报复的快感，只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20多年的感情就这么被利欲熏心给毁了。半个月后，我的新民宿归园正式开业。开业那天，场面比我想象的还要热闹。老刘直接拉了2个大团过来，把所有房间都住满了。李师傅也带着他手下几十个司机兄弟过来捧场，院子里停满了他们的车。家具城的王老板还有其他一些生意上的朋友送来的花篮从门口一直摆到了院子里。于经理忙得脚不沾地，脸上却全是笑。他说：老板，我们这开业比他们那家最火的时候还热闹。我站在新民宿的2楼，看着楼下人声鼎沸的院子，我知道我赢了。而周然和他的民宿从我离开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输了。我的归园民宿一开业就爆了，老刘的旅游团成了我们的基本盘，几乎每天都有一半的房间是被他们包下的。李师傅那边的司机大哥们也特别给力，不仅自己来住，还互相介绍，带来了一大批散客。于经理的管理能力也彻底发挥了出来，他把之前5星酒店那套服务标准结合民宿的特点，做了一套新的程序。我们民宿的服务在整个片区都是独一份的好，客人的口碑一传10，10传100。开业不到1个月，归园就在本地的旅游圈子里出了名。很多人都说城南新开了一家民宿，老板人脉广，服务好，房间也干净，比那家老网红店强多了。他们说的老网红店自然就是周然那家。我偶尔也会听到一些关于他的消息，据说自从我和于经理他们走后，他的民宿就一天不如一天。没了老刘的旅游团，他们少了一大半的稳定客源；没了司机大哥们，他们后半夜的入住率几乎是0。之前靠着网红效应吸引来的一些散客，又被林雪的服务态度劝退了不少。最致命的是，他不懂得维护那些我当初跑下来的渠道，他以为那些人是冲着民宿来的，却不知道人家是冲着我来的。他开始降价，搞各种折扣活动，但收效甚微。民宿的流水从之前1个月近100万，直接掉到了10几万，连覆盖每个月的租金和人工成本都变得吃力。听说他和林雪为此天天吵架，林雪怪他没本事，留不住人也拉不来客。周然怪林雪当初非要撺掇他把我踢出局，结果把财神爷给赶跑了。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前台跟于经理对账，我的手机响了，是个陌生的号码。我接起来，里面传来一个醉醺醺的声音：是我，周然。我没说话，等着他继续。他在那头沉默了很久，背景音很嘈杂，像是在酒吧或者 KTV。我真的错了，我不该听那个女人的话把你赶走，你回来吧，好不好？我听着他这番迟来的忏悔，心里一点波澜都没有。我淡淡的说：晚了，周然，从你把那20万推到我面前，说两清的时候，就一切都晚了。别啊，我们是兄弟啊，20多年的兄弟，你不能这么对我。我没了这家民宿，我就什么都没了。我老婆本，我买房的钱全都在里面。那是你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当初你们把我一脚踹开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们是兄弟？当初你们当着所有员工的面羞辱我，说我一无是处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我们是兄弟？现在生意做不下去了，倒想起兄弟来了。周然，你别恶心我了。说完，我直接挂了电话，拉黑。于经理在旁边看着我，
叹了口气。老板，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说，当初你投的那20万，根本没全用在民宿上。我心里一动，问他什么意思。我管账的时候发现，有差不多5万块钱被林雪拿去买了包和首饰。我当时就跟周然提过，周然让我别管。我听到这话，整个人都愣住了。也就是说，我当初投入的20万本金，有1/4直接进了他女朋友的口袋，而年底分红的时候，他们却只肯归还我20万本金，连我应得的利润都不给，甚至连这20万本金都是拿我赚回来的钱还我。他们这是空手套白狼，1分钱没出，不仅白得了一家民宿，还骗走了我5万块钱。我气得浑身发抖，这已经不是背叛了，这是诈骗。我拿起手机找到一个律师朋友的电话拨了过去。我原本还对他们存有一丝最后的怜悯，但现在这一丝怜悯也烟消云散了。既然他们不仁，就别怪我不义。我要让他们为自己的贪婪和愚蠢付出最惨痛的代价。我跟律师朋友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本地说了一遍，重点提了林雪挪用我投资款去买奢侈品的事。律师朋友听完非常干脆地告诉我，这事能办。他说合伙生意账目必须清晰，林雪这种行为已经构成了职务侵占，而他们2个联手用欺骗的手段将我踢出合伙关系，侵吞我应得的利润，这属于商业欺诈。他说你手上有当初的合伙协议，有转账记录，还有于经理这个关键证人，证据链很完整。打官司我们赢面很大，不仅能要回你应得的200多万分红，还能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我问他要怎么做，律师说第一步发律师函，正式通知他们，要求他们在规定期限内支付你应得的分红，并归还被挪用的款项。如果他们置之不理，我们就直接起诉。我没有丝毫犹豫，我说发。第2天，一封措辞严厉的律师函就送到了周然的民宿。我能想象到他们看到律师函时惊慌失措的表情。果然没过1个小时，周然的电话就又打过来了，他换了个号码。电话一接通，他几乎是在咆哮：你什么意思？你还要告我？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你真要做得这么绝吗？是你先做绝的，周然，我给你2条路。第一，把我应得的分红250万，加上林雪挪用的5万，1分不少的还给我。第二，我们法庭上见。周然在那头喘着粗气，半天说不出话。255万对现在的他来说，几乎是要了他的命。民宿不赚钱，他之前分到的钱估计早就被他和林雪挥霍的差不多了，他根本拿不出这笔钱。他开始服软，声音里带着哭腔：兄弟，我没那么多钱，你饶了我这次吧，我把民宿给你，行不行？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净身出户。你那家快倒闭的民宿现在还值钱吗？你觉得我还会要吗？周然，我不是在跟你商量，我是在通知你。说完，我再次挂断了电话。我知道他已经被我逼到了绝路。接下来几天，周然和林雪像是疯了一样。林雪先是跑到我新开的归园来闹，她堵在门口，见人就说我是白眼狼，忘恩负义，抢了他们的生意。于经理直接报了警，警察来了，看了我们民宿的营业执照，又听了周围人的说法，当场就把撒泼打滚的林雪给训斥了一顿，警告她再寻衅滋事就直接拘留。林雪被吓跑了。然后是周然，他不再给我打电话，而是开始给我发信息。一开始是求饶，说他知道错了，求我念在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上放他一马。见我没回复，他又开始打感情牌。他发来我们小时候一起拍的照片，说他记得小时候我被人欺负，是他第一个冲上去帮忙，说他记得我们曾经说过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看着那些信息只觉得讽刺，当他为了钱和女人背叛我的时候，他怎么不记得这些？我一条都没有回。最后他大概是彻底绝望了，开始破口大骂，用各种污言秽语诅咒我，说我不得好死，说我心狠手辣。我看着那些恶毒的文字，内心毫无波澜，只是默默地截了图转发给了我的律师。律师函的期限很快就到了，周然那边没有任何动静，我的律师正式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的传票像是一道催命符，送到了周然手里。开庭那天，我在法庭上再次见到了他和林雪，才短短1个多月没见，他们俩像是老了10岁。周然眼窝深陷，胡子拉碴，整个人都透着一股颓败之气。林雪也没了当初的嚣张气焰，脸色蜡黄，眼神躲闪，不敢看我。法庭上，我的律师有条不紊地陈述事实，出示证据。
从合伙协议到我的20万投资转账记录，从民宿近1年的流水账单到于经理作为证人指证林雪挪用公款的证词，每一项证据都像一把锤子重重地敲在周然和林雪的心上。对方请的律师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几乎无力反驳，他只能反复强调这是合伙人之间的经济纠纷，是经营理念不同导致的分歧，试图把刑事责任往民事纠纷上移。当我的律师出示了林雪购买奢侈品的消费记录，并且消费时间正好与他从公司账上预支采购款的时间吻合时，林雪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她当庭大哭起来，指着周然说都是他指使的。他说他买包的钱周然是知情的，还说把我踢出局也都是周然的主意。他说你懂个屁的经营，就知道在外面喝酒拉关系，民宿都是他一个人撑起来的。他想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周然身上。周然听到这话，猛地站起来，指着林雪的鼻子大骂她是毒妇。法庭上一片混乱，法官敲了好几次法锤才让场面安静下来。我坐在原告席上，冷眼看着这场闹剧。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爱情，大难临头各自飞，甚至还要在背后再狠狠地踩对方一脚，何其可悲又何其可笑。最终的判决结果没有任何悬念，法院裁定周然和林雪需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我应得的利润分红250万，并归还非法挪用的5万元。同时，由于林雪的行为构成了职务侵占罪，虽然金额不大，但性质恶劣，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宣判的那一刻，周然瘫坐在椅子上，面如死灰，林雪则是直接昏了过去。走出法院，阳光正好，我的律师拍了拍我的肩膀，恭喜，正义虽然会迟到，但从不缺席。我对他表示感谢，然后一个人开车回了归园。民宿里依旧是热热闹闹的景象。于经理看到我回来，迎上来说：老板，老刘那边又来电话了，下周有个100人团，问我们能不能接。接？为什么不接？把3楼的房间都给他们预留出来。看着眼前这欣欣向荣的一切，我心里那块因为背叛而结下的冰终于开始慢慢融化。我以为事情到这里就该结束了，我和他们从此就是2条平行线，再无交集。但我没想到周然的报复来得那么快，那么疯狂。判决下来后，周然和林雪彻底成了我们这个小圈子里的笑话。林雪因为有案底，工作也丢了；周然的民宿因为要支付给我巨额的赔偿款，不得不挂牌转让。但因为之前名声搞得太臭，再加上经营不善，根本没人愿意接盘，最后只能以一个极低的价格把房子退还给了房东，连当初的装修钱都赔了进去。周然一夜之间从一个年入100万的民宿老板变成了负债累累的穷光蛋，他把这一切都算在了我的头上。一天深夜，我的归园突然着火了，火势是从后院的柴房烧起来的，那里堆放了很多备用的木质家具和布草，火势蔓延的极快。幸好于经理反应快，第一时间组织员工疏散客人，并且用灭火器控制住了初期的火势，才没有酿成大火。消防车赶到的时候，火已经被我们自己扑灭的差不多了，但整个柴房和紧挨着柴房的2间客房都被烧得一片狼藉。消防员勘察现场后，明确告诉我们这是人为纵火，他们在柴房的角落里发现了汽油的残留物。警察很快介入了调查，我心里第一个怀疑对象就是周然。除了他，我想不到还有谁会用这么极端的方式来报复我。我把我的怀疑告诉了警察，警察调取了民宿周围的监控。虽然纵火的人戴着帽子和口罩，看不清脸，但他的身形和走路的姿态，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就是周然，化成灰我都认得。我们一起长大，他走路时右肩习惯性的微微下沉，这个小动作20多年都没变过。警察根据监控路线一路追踪下去，第2天上午就在一家廉价的小旅馆里抓到了他。被抓的时候他还在睡觉，人赃并获，在他床底下找到了还没来得及扔掉的装汽油的桶。在警察局，我再次见到了他，他被靠在审讯椅上，看到我进来，眼神里充满了怨毒和疯狂。我不好过，你也别想好过，都是你毁了我的一切。我本来可以有车有房，有自己的事业，现在什么都没了。我看着他那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心里一片冰冷。毁了你的人是我吗？不是你的贪婪，不是你的愚蠢，不是你那个满脑子只有钱你的女人。你为了钱背叛兄弟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你昧着良心想独吞所有利润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你放火烧我民宿，想置几10个客人和员工于死地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我的声音越来越大，情绪也有些失控。我从来没想过一个人可以坏到这种地步，生意失败了，不想着自己哪里出了问题，反而把所有怨气都发泄到别人身上，甚至不惜用纵火这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病态的报复欲。周然被我的话问得哑口无言，他低下头不再看我。一个警察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示意我冷静。放心，纵火是重罪，
他这次跑不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平复了一下心情。我最后看了他一眼，转身离开了警察局。从这一刻起，这个我曾经称之为兄弟的人，在我心里已经彻底死了。他将为他的所作所为，在监狱里度过他接下来的几年甚至10几年，而我还有我的归元要重新开始。周然因为纵火罪证据确凿，被判了10年。这个结果我一点都不意外。林雪在知道这个消息后来找过我一次，她在我民宿门口等了很久。我下班的时候，她冲了过来，拦住了我的车。她哭着求我能看在周然已经得到惩罚的份上，去跟法官求求情，让他少判2年。周然是一时糊涂，他本性不坏的。我看着他那张梨花带雨的脸，只觉得无比讽刺。他放火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如果火势控制不住，里面几10条人命会怎么样？他本性不坏，一个本性不坏的人，会为了钱出卖兄弟，一个本性不坏的人，会在生意失败后，用纵火这种方式去报复。现在只是说这些，还有什么用？他有今天，是你和他一起造成的。你们当初联手把我踢出去的时候，就该想到会有这个结果。说完，我一脚油门直接开走了。我不想再跟这个女人有任何瓜葛。从后视镜里，我看到她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但我心里没有一丝同情。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他们走到今天这一步，完全是咎由自取。归元被烧毁的部分很快就重新装修好了。因祸得福，这次装修我们升级了所有的消防设施，也给所有客人和员工都买了更高额的保险。民宿的生意非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因为这次事件在网上有了一波新的热度。很多人都称赞我们处理危机及时有担当，是个负责任的店家。老刘和李师傅他们也更加坚定了跟我合作的决心。他们说跟着我这样的人干踏实。1年后，我的归元2期也开业了，就在老院子的隔壁，我又盘下了一个更大的院子，做了更高档的套房和配套的餐厅茶室。我的民宿事业越做越大，而关于周然和林雪的故事也渐渐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资，很快就被新的八卦所取代。有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会偶尔想起周然，想起我们小时候一起掏鸟窝，一起下河摸鱼，一起分享一包辣条的日子。那时候的我们是那么的简单和快乐。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渐行渐远，或许是当他第一次为了利益选择对我撒谎的时候，或许是当他默许林雪挪用我投资款的时候，又或许是当他把那张20万的卡推到我面前，说出2清2个字的时候。人心真的是最经不起考验的东西，尤其是在巨大的利益面前。我没有去监狱里看过他，一次都没有。不是我狠心，而是我知道我们之间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有些伤害一旦造成，就永远无法弥补，有些信任一旦崩塌，就再也无法重建。我绝不原谅，这不是记仇，而是对我自己的一种保护，也是对那段被辜负的真心的最后一点尊重。我的路还很长，而他的路从他选择背叛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走到了尽头。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又是2年，我的民宿生意已经走上了正轨，归元成了我们这个城市一张响当当的名片。我开了分店，甚至开始筹划做连锁品牌。于经理成了我的副总，当初跟着我一起出来的几个老员工也都成了各个分店的店长，大家的日子都越过越好。这天，我正在办公室看新店的设计图，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是周然的父母打来的。自从周然出事后，我们2家就断了联系。我一直觉得挺对不起他父母的，2位老人对我一直很好，从小把我当半个儿子看，但出了这样的事，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们。电话里，周然的母亲声音很苍老，带着哭腔。周然在里面表现不好，跟人打架，刑期可能还要加。他现在谁的话都不听，就念叨着想见我一面。阿姨，求求你，能不能去看看他，劝劝他，就当是看在他们2老的面子上。我沉默了。说实话，我一点都不想去，我不想再看到那张脸，不想再回忆起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但电话那头阿姨的哭声让我实在无法拒绝，我叹了口气答应了。几天后，我驱车去了那座位于郊区的监狱。在会见室里，我隔着厚厚的玻璃再次见到了周然。他穿着囚服，剃着光头，比上次见面时更瘦了，也更黑了，眼神里没了当初的疯狂和怨毒，只剩下一种死水般的麻木。他拿起电话听筒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却没有发出声音。还是我先开了口，我说：“叔叔阿姨很担心你。”他点了点头，眼睛红了。过了很久，他才沙哑着嗓子说：“对不起。”我看着他没有说话，这句对不起迟到了太久。他又说：“我听说你现在做得很好。”我点了点头，他摇头苦笑：“真好，那本来也该是我的。”
我听到这话，心里那点刚刚升起的恻然，瞬间又冷了下去。都到了这个地步，他想的依然是那本来也该是我的。他还是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只是在后悔自己当初做错了选择，失去了本该属于他的富贵，而不是在忏悔自己对我们之间情分的践踏和背叛。我突然觉得很没意思，我来这一趟很多余。你好好改造吧，为了叔叔阿姨，也为了你自己，别再让他们为你操心了。我准备挂掉电话，起身离开，他突然急了，在玻璃那头拍打着：“别走！你是不是还恨我？你是不是永远都不会原谅我了？”我停下脚步，回头看着他，我没有回答他恨不恨，我只是平静地告诉他：“我绝不原谅。”说完，我挂断了电话，头也不回地走出了会见室，身后传来了他绝望的嘶吼和哭喊。我没有回头，走出监狱大门，阳光刺眼，我仰起头，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就到这里吧，所有的一切都该结束了，我的人生还要继续向前，而他就在这里为他自己的选择赎罪吧。手机响了，是于经理打来的。老板，新店的设计方案，合作方那边通过了，问我们什么时候能签合同。告诉他们，就现在。